丁克到底值不值？其实根本不用争。前2天刷到一个网友的分享，看完整个人有点沉默。发文的是个女生，她说自己认识一对夫妻，今年一个快60，一个55，是国内第一批正8经的丁克家庭。90年代结婚，那个年代不生孩子，在很多人眼里等于离经叛道。但这对夫妻当年接触了新思想，觉得人生就该追求自我和自由，两人一拍即合，没要孩子。这几年他们生意做得顺，听说早就财务自由了，想去哪就去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身边人提起他们，语气里多少都带点羡慕。转折出现在半年前，丈夫这2年明显感觉体力大不如前，然后前阵子妻子因为身体问题住院动手术，夫妻俩花了大价钱请了最顶级的看护，以为这样就万事俱备，结果到了医院才发现，很多关键时刻看护是不能替他们签字的，手术同意书要签，治疗方案要拿主意，这些事只能由家属出面。而他们2个人站在病房外面，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他们没有下一代，也就没有法律和血缘意义上的家属。那一刻，网友形容丈夫整个人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后来这位丈夫私下跟朋友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截图转发，很多人看了都心里一震。他说，年轻时候觉得丁克这条路爽翻了天，直到这个年纪才真刀真枪的开始面对这场社会实验，最终要交出的答案。这句话为什么会戳中这么多人？因为这几年网络上一直有2派人在吵，丁克到底好不好，生孩子到底值不值。但吵来吵去，大家靠的都是想象和脑补，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可事实是，现在根本不用猜了，中国第一批选择丁克的人已经陆续走到50岁、60岁，正式踏进养老的门槛。他们过得到底怎么样？答案已经实实在在摊在眼前。先说一个很多人年轻时完全没想过的问题，叫做代理人的缺席。很多丁克年轻时的逻辑很简单，只要多存点钱，老了就能买到最好的服务，住最高级的养老院，一切靠钱解决。这套逻辑在40、50岁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完全成立，可一旦真正老去，这套逻辑就露出破绽。因为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很多时候需要一个代理人。当你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意识不清的时候，当有人必须替你决定要不要动手术的时候，当你在养老院里被护工怠慢受了委屈的时候，银行卡里的存款不会自己跳出来替你说话。你需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在法律上、血缘上跟你深度绑定，愿意全心全意替你去跟医院、跟机构、跟这个社会周旋的人。而这正是子女最现实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功能。有网友在留言区补了一段，说自己有朋友在公立养老院工作多年，讲过一句大实话，养老院里护工怎么对待老人，很多时候不完全看你交了多少钱，而是看这个老人家里有没有儿女常来查岗，是不是一看就不好惹的那种。如果护工知道家属不好惹，稍有磕碰就有人来闹，伺候起来自然小心翼翼。可如果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哪怕曾经是退休高管，手里有大把退休金，底层的护工也会慢慢试探底线，因为没有人替你撑腰，维权的成本太高了，手里握着巨款却没有一个带入血缘关系的靠山。这种缺乏底牌的恐慌，是很多老去的丁克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的。代理人的问题还只是第一层，第2层更隐蔽，叫做主线任务结束后的空虚。大家都知道，养孩子很烧钱，很费精力，有时候真的能把人逼疯。可硬币的另一面是，孩子在消耗资源的同时，也给了父母一种源源不绝、充满变数的参与感。上幼稚园、考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中间发生的无数麻烦事，会让父母操碎了心。可正是这些麻烦，推着他们一天天往前走，让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逢年过节一顿团圆饭，孙子孙女喊一声爷爷奶奶，都是很强烈的心理慰藉。养孩子像是一场永远有新资料片更新的游戏，累是累，但永远有事可做。丁克夫妻省下了这一整块精力和金钱。35到50岁这个黄金年龄，确实过得比大多数人潇洒。说走就走的旅行，昂贵的兴趣爱好，毫无顾忌的2人世界，样样都不缺。但问题出在人的生理机制上，快乐的阈值是会不断被垫高的。等到世界的风景看遍了，好吃的都吃过了，能用钱买到的快乐全都体验过一轮，多巴胺的阈值已经被拉得很高很高。等到50、60岁，事业到了天花板，父母也都送终了，回头一看，人生的主线任务已经全部清空。接下来的20、30年要做什么？旅游提不起兴趣，
因为早就去腻了。跟朋友聚会，人家聊的都是孙子升学、家长里短，自己一句都插不上。回到家，永远是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安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这种没有变数、没有牵挂，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很多第一批丁克走到这个年纪，最大的问题早就不是缺不缺钱，而是要怎么熬过那种能把人整个吞掉的空虚感。看到这里，一定有人想问，那这些人后不后悔？网络上确实常常能刷到丁克老人对着镜头痛哭，说自己当年瞎了眼。这种后悔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随着年纪增长，那种渴望血脉传承的本能会突然觉醒，也因此闹出过不少中年反悔、一地鸡毛的故事。但换个角度想，后悔真的是丁克的专利吗？去问问那些每天为学区房焦头烂额，为孩子作业气到血压飙升，为了补习掏空6个钱包的普通父母，深夜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有多少人心里没闪过一丝要是当年没生的念头？人性大概就是这样，永远在美化那条自己没走过的路。有孩子的父母看着丁克夫妻满世界旅行，羡慕人家的自由；丁克夫妻看着别人病床前有儿女端茶倒水，又羡慕人家的天伦之乐。人生本来就是一条充满遗憾的单行道，不管怎么选，都会留下后悔的空隙。回到那对夫妻，网友说，妻子后来手术顺利，出院回了家。可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悄悄变了。以前他们很少提以后这2个字，毕竟日子过得潇洒，谁会去想几十年后的事儿？可那次住院之后，两人开始认真研究，议定监护，开始一家一家去看养老机构，甚至列了个表，把哪家机构评价好，哪家离医院近，都写得清清楚楚。丈夫后来跟朋友聊起这件事，语气已经没有那晚在病房外的惊慌了，反而多了点释然。他说，年轻时候拼了命追求自由，却忘了自由背后也是要付代价的，只是这张账单晚了30年才寄到手上。网友在文章最后补了一句，说他把这件事写下来，不是想劝谁生小孩，也不是想笑话谁选了丁克，他只是觉得人生走到后来才发现，很多账单不是不用付，只是迟早的问题。留言区底下吵得挺热闹，有人说幸好自己早生了孩子，有人说看完更坚定丁克，也要提早做好准备。但吵到最后，有一条留言被顶得很高，写的是，早知道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还不如趁早想清楚自己愿意付哪一种代价。其实这世上大概没有一种活法是完全不用付出代价的。生孩子的人年轻时把自己活成了陀螺，换来的是老了有人在身边；选丁克的人年轻时把日子过成了事，换来的是老了要自己扛。谁也别羡慕谁，因为每条路走到尽头都会有一张账单在等着。真正重要的或许从来不是选哪条路，而是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就想清楚自己选的这条路将来又用什么去买单。如果是你，你会提早准备好那张账单吗？